说到老梅绿石槽，你一定听过，甚至去过，对吧？但你知道这样一条条躺在沙滩上的抹茶马吉，是因为火山喷发才形成的吗？过了1年后，乐宇想走再次拜访，但我们却对这里好失望，好失望。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今天就和我们一起拜访东北角的秘境3合一吧！出发喽 ，Let's go！ 午安，我们现在到了老梅绿石槽，没错，这边是季节限定哦。哦，为什么？因为它是某些季节才会有那个藻类的出现，平日竟然还这么多人，超级夸张的。走吧，去看看。我真的很诧异，比我想象中还要多，超级无敌多。因为我当初跟妹妹来的时候，我们好像车停外面，然后完全没什么人绿石槽的话，它是要注意它的一些潮汐的。而海草的茂盛期大约在每年的3月中到5月，通常在4月清明节左右是最为漂亮的期间了。绿石槽除了有季节限定，大家记得出发之前先到气象局的网站确认当天石门地区的干潮时间哦。偶尔会有海水涨潮淹没石槽的状况，所以大家就有可能会扑空了。然后大家记得千万不要踩踏那些绿藻类的岩石，因为除了保护自己之外，是保护岩石。为什么保护自己呢？因为那里非常的滑，所以大家会跌倒哦。粉红樱花季结束，接着轮到抹茶绿色的海藻季了。随着夏天渐渐逼近的温度，推着我们的心也越来越靠近海洋了。所以这次是靠近海边的景点哦。我看到好像很多人站在那边啊，那很不好哎。对，比老梅地区可以去安排这样的行程，不只有老梅绿石槽而已。我觉得最特别的其实应该是这里的岩石类型，就是你看它的形状。在一般的海岸、沙岸、沿岸，海藻其实并不稀有特别啊。但老梅石槽这里却同时出现了沙滩与条列状的沿岸2种类型。全台湾唯一有这种特殊景象的，只有在石门老梅这里哦。你知道这样一条条的抹茶马吉礁岩是怎么形成的吗？答案是这里的石槽礁岩其实是由于大屯火山爆发之后，遗留在海岸边沙滩上的火山礁岩，才有机会形成这种特殊的奇岩环境哦。而经历海水的波浪长期的冲刷之下，质地较为松软的部分就被侵蚀掉了，留下来是相较偏硬的部分，才能形成这种纵状沟槽的形状。而且侵蚀的形状非常的漂亮，从海滩上放眼望去，整齐排列的礁岩壮观的接近2公里长，因为长期冲刷的沟槽形成平均的深度大约50公分左右的高度哦。大自然的设计感是不是真的很神奇啊 ？By the way， 这里海滩非常多的垃圾，请大家怎么来就怎么回去。你看那只狗狗。好好笑、哦，那脸超级好笑的，他感觉说乐死症了，快带我回家。我就是走海边这里绕过去，然后不要用脚踩在这些岩石上面，这些海草类真的会死掉。所以你看我现在就是走在海边外面，当然就是你要脱鞋子就是了。其实绿礁岩是非常湿滑且脆弱的，禁止踩踏，除了安全起见，踩到海草湿滑摔倒之外，请大家遵守也尊重，避免影响绿藻的生长。近年这里因为暖冬效应与人为践踏，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导致海草有白化脱落的状况。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维护自然资源，让未来更多的旅客都可以欣赏到这个奇景，让珍贵的绿石槽可以永续生存下去。甚至破坏环境践踏的行为，其实是会有罚则的哟。哇，其实近看还蛮漂亮的，而且这里就是干掉很可爱，上面白色的不知道是不是死掉，还是它是盐巴。火山礁岩经历了长期浪花打在石槽的表面上，形成了非常适合海藻附着生长的环境。而每年的3月到5月，微温的气温，绿色的海藻开始兴奋地发芽了。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海藻称为石莼，而当夏季真正来临时，它们将在高温的阳光曝晒之下，前往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就是当海藻死去之后，残骸硬化成一层薄薄的石灰质。1年1度的生长循环就这样神奇的规律着，日积月累的形成美丽的藻礁。硬要讲，其实我觉得这边有点像是被玩坏掉的景点，因为实在是太多人一直踩在上面的。甚至我刚刚一直以为，外国人会不会没有看注意标语，就是直接踩啊或者摸？你知道他们就整个这样靠一圈回来，然后找他女朋友拿手机，连外国人来都尊重我们了，请大家一定要做好榜样。
在离开这里之前，其实我和翔走哥对这里感到非常的失望。除了在路口处有清楚的告示，想提高大家爱护大自然资源的意识，但我们却仍亲眼目睹当天许多民众为了拍照踩踏，甚至蹲坐移动至海边的夸张行径。再看看沙滩上那一滩滩不比游客少的垃圾数量，大家简单的只需要做好自己，基本到带走自己带来不属于这里的所有东西，可以省去那些净滩人力资源的成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让你体验这一切的大自然呢？希望可以随着知识意识的提高，我们可以一起好好爱护这颗独一无二的地球。就罗伊当下就有点气，我就说，请你不要用脚踩它，然后他就静静的低头就走掉了。我好像有点凶，但是因为我有点觉得受不太了，就是看可不可以像我们今天象鼻岩那里有个警卫，就是来这边管理一下民众的行为，然后也算是环境维护，未来才能继续看到这等的美景啊，是不是？大家看完那个绿岛梅以后呢，旁边有冲脚局在后面。哦，真的耶！有冲脚局，大家可以来那边冲个脚。对，然后这边旁边就是停车场。平日的话，一台汽车是50元，那假日的话是80元，然后机车都停在这里，机车好像就免费。机车免费，这样蛮好的。这边就是停车场，看一下后面的冲脚区。哦，不错。哇，还有淋浴间，是不是这个？对，还蛮方便的，老实讲。对啊，太熟悉了。这个还不错。我们来看各位平常洗脚的样子。平常还不是这样洗脚的，我平常不洗脚的。难怪很臭。为什么你知道吗？废话，因为平常不会只有脚那么脏啊。平常都忙洗澡的时候顺便洗，你会没事特别去洗脚。那我们现在结束了绿岛梅，我们现在带大家去下一个也在附近的景点，它是一个迷宫。你真有去过吗？我有去过。你觉得它迷宫难度难吗？还是很简单？非常简单，它就是一个园区，但是你要走一段路才能就是到。来到了另外一个停车场，富贵角灯塔这里。对，因为我们要去前面的一个迷宫。其实从刚才那个绿岛梅那边也可以从沙滩那边走过去，就大家自己斟酌。老梅迷宫之所以有点神秘，是因为富贵角园区这里的占地蛮大的，却找不到前往迷宫的告示牌。坐落的位置其实相较之下有点偏僻。这个富贵角公园，然后往里边走，其实跟着 Google Map 的点，应该就是可以轻松到达了。我们就是从停车场附近沿着小径走。哇，这树根也太猛了吧！好丛林的感觉啊！哇，真的，你看这树根，而且它好低哦，这会打到翔走哥。我要来录翔走哥。没办法，我们一习惯这世界都这样子欺负我们。最好是我也要低，好不好？这边要还原这个方法。这里也有那个耶，停车场。没关系，只要等下往左边弯过去的话，应该是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直接飞起来就可以知道了。或是大家从富贵角公园的入口看到指标上写着公厕的牌子的方向，沿着木栈道大概走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喽。到了，翔。到了。我们来看看这个老梅迷宫。蛮高的吼。超低的，这个对我来说好简单啊。现在翔走哥跟我们挑战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看我们多久可以走出去。没错，这个迷宫。这样子，因为死路了，死路了，应该是死路了。怎么会死路？不能绕出去吧？就是这样啊。不行吧？你这样犯规吧？没有，其实它不难，因为它有很多的地方都是死路。真的吗？真的。不是单一进出口哦。不是，所以我就说你这个要走到迷路也很难，因为它很高啊。看吧，那你还说它没有很高？对啊，应该说它没有很高啦，讲错了。北海岸的富贵角公园园区里其实有蛮多景点的，像是富基渔港、富贵角灯塔、老梅迷宫都在这里哦。这个迷宫真的是个很有趣的设计，因此有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当然，小孩们都在这里玩得非常的开心。迷宫里面有阶梯，可以以俯视的角度欣赏这个充满神秘色彩、图腾感的迷宫。复古的砖瓦堆叠看起来好像是一座年久的遗迹一样。因为这里很好拍照又很好玩，因此成为了北海岸的热门景点之一。大家要记得一起爱护环境，垃圾不落地，也不要站立或是攀爬迷宫的墙壁上哦。除了小心不要摔落下来之外，让未来其他游客也可以一起欣赏这个有趣的景点。这里就是圆心点了。你怎么知道是这边的圆心点？我记得啊。哦，对，是吧？是吗？应该是哦。对，我们到圆心点了。看看现在这个大哥开心的表情。这迷宫还蛮可爱的，对啊，蛮可爱的，半圆形。我们现在要去最北边的灯塔啦。没错。这就是老梅的3景点，3合1。另外备注一件事情，就是像这里那个迷宫这边，它是没有收停车费的。富贵角灯塔还是代表台湾的最北端，同时也是台湾4极点之一。我们现在前往富贵角灯塔，
不过我们刚才入口的时候，发觉不知道怎么被人家拦路说要收费，我觉得很奇怪。对啊，他们说什么这里是私人停车场，结果我们又把车开到好远好远，然后走路过来。我不是很确定啊，可是就是我们刚才在路口遇到这个情形，这边算是台湾最北边的灯塔，所以有些人一日双塔有没有，就是走这边，从这里哦，从这里啊，然后到那个鹅銮鼻，猛猛的，然后要24小时内，哦，超难的。那你觉得你会有一天想挑战一日双塔吗？也许有一天会，等我有时间的时候。我觉得那太难了，那等于是连续运动啊。一定要先前有极充足的训练。你以前有拿过这灯塔吗？没有，但我上次跟一诺讲有很靠近，可是我们没有走过来，因为好像太晚了。是一诺讲来的走吗？有点。我们这趟等于算是最北跟最南都到了。真的耶。不过我们也蛮疯的，我们真的是为了拍空拍。走了超久的，我们来看看这个不收门票，不收门票，天啊 ！Really? Why? 真的是佛心的，而且还要靠厕所，肉眼直冲厕所。哎，好，你讲一下吧。夏天的时候，它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6点，然后冬天的时候是早上9点到5点。那为了保护古迹，所以灯塔内部是不能够参观进入的。所以如果想走哥之前有进去，真的很幸福，进去吧。然后一进去就看到厕所，肉眼立刻开始。禁止踩踏。走吧。难怪那么多人。其实富贵角灯塔是日本过去在台湾建造的第一座灯塔，为了当时的海底电缆以及航路设备而建造的。其实我对这个灯塔突然印象很好，可能是他去完鹅銮鼻以后。哦，对，可能鹅銮鼻有它的好处，就是它有算是可以到达海边的路线，然后也有算是野餐的地方，然后这里很方便，它有洗手间。富贵角灯塔可爱的八角形，在最初西元1896年的时候，其实是铁造的哟。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严重的损毁，直到了西元1962年才以混凝土改建，并维持了八角形的造型。亲自拜访这里之后，发现灯塔很猛的是黑白相间的颜色维持的好饱和，白色的部分非常的纯洁，搭配背后的蓝天白云与大海，这里真的超级好拍照的。它是可以进去的，真假的？它只有写说注意头部安全。那我们下去看看。我也好奇下面什么东西。小哥最喜欢去洞穴，什么有的没的，好恐怖哦！啊，有个窗户。它应该以前是碉堡，真的很小有一个石头这等于是以前瞭望用的。哇，真的很低耶！好可爱哦！你看，让我想到越南的那个感觉，小心小心。真的。有没有像越南那个什么海云湾？而且它这里设计蛮好的，它这里上面有个洞，就是有做到风的效果。真的。跳加跳。它有个窗户可以往外看海。你觉得它为什么是朝这个角度？应该避免人家登陆，这边可能以前有站卫兵。大家会不会好奇，那为什么一般灯塔都是白色的，这里却是以黑白相间的颜色呢？其实主要是为了让船只方便辨识灯塔的位置。富贵角灯塔特殊的地理环境及气候，秋冬季节常出现浓雾，因此在塔内也有设置了雾敌的设施。雾敌的作用可以警告往来的船只避免碰撞，只要遇到浓雾的气候，不管是白天或是晚上，都可以透过笛声传递至外海，相对的可以提高海上的安全度。就这样，富贵角灯塔默默的守护海上的船只100多年喽。这个是拿来看时间的吗？对，忘记它的名字了。每天会换吧，因为太阳的位置会改变的。哦，对哦。是吧？这个2个我们也不会看，请求高手来解答。这个灯塔是不能上去的。不过其实我觉得它开放这边园区让大家进来走走就已经蛮不错的了。对，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鹅銮鼻的时候，它要收钱，而且不太，而且它不能走到靠近灯塔这么近的位置，就是它只能在外面一圈看，然后就开起来会有点像是监狱的感觉，就有点可惜。哇！因为它里面在维修。原来的名称是叫富基角灯塔，但为什么改名字了呢？因为在清雍正年间，有位荷兰传教士法伦泰在著作《新旧印度志》中称富贵角为 “hook” 海甲的意思，由于意怒与富贵接近，后来因此沿用成为了灯塔的名称。我其实觉得这里非常可惜，就是这里垃圾真的非常的多，不觉得吗？我觉得东北角的海边真的垃圾偏多。富贵角这里可以看到这种特殊类型的岩石，其实它是来自大屯火山群在过去喷发崩落遗留在海滩上的安山岩块，经由东北季风长期以细沙磨蚀岩块的表面，才会形成这种平坦的石面，也因为风向的改变形成尖锐的棱角，才称为风棱石。今天这3个点就是我们推荐给大家。我想问个问题，你最喜欢哪个？我数到3一起讲。3。
最喜欢第一个。对，第一个只是因为人为的破坏，可是单纯以自然景观来说，我是比较喜欢那边的。哦，对，如果以自然景观那边真的是很神奇的地方，我个人会喜欢灯塔新乐景观，它拍起来蛮好看的。它的环境很友善于游客，车方便，然后环境也舒服。要我选的话，我选这个也是第2名。绿岛内可能整体环境的观感我就没那么喜欢，它甚至是我的最后1名。有点难过，其实，因为我跟小走哥其实非常非常喜欢自然景点，或是大自然出现的东西，比如岩石的形状那些的。最后还是再唠叨一句，就是希望特别是自然环境，大家可以让它做到永续发展这件事情就好，因为未来还有很多代的小朋友也希望可以看到这样的美景，不要让它只变成照片，存在于课本之中。谢谢大家。你对附近还有什么推荐的小秘境，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或者是你有其他对景点的看法，也可以跟我们说。那么今天谢谢你的收看，喜欢留下 like，订阅我们的 channel， 打开小铃铛哦 ，See you， 拜拜，拜拜。你看超级多人，大家都在排队，然后其实这里的绳子真的还蛮多的，可是这边上去就有点难。你不要看这绳子以为它很近哦，其实它会很大一段。太喜欢这个地方了，我的天！这个地方。